你有被他人凝视的经历吗？尤其是屏幕前的女性朋友，你有感受到来自男性的凝视吗？为什么我们对他人的凝视非常的不舒服呢？那被凝视了，我们要凝视回去吗？嗨，大家好，我是甜甜。今天的这支影片呢，想要跟大家来聊聊来自他人的凝视。影片的最后呢，我也会给出面对凝视应对的3大方法，所以屏幕前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凝视这个话题好像很大，生活当中呢无处不在来自他人的凝视，一时间都不知道如何开始说起。那我为什么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当中对他人的凝视非常敏感的人，被他人凝视呢，会让我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种凝视不仅仅是来自于男性的凝视，来自于同辈的凝视，还有来自于家中的长辈、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的凝视。他人的凝视根本无法避免，甚至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在不由自主的凝视他人，不是吗？先来说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男性凝视吧。我算是一个在生活当中非常普通的女生呢，穿着也是中规中矩的，但是也一样遭到了不少的男性凝视。所以在这里想要跟所有的女孩子们说的是，男性凝视无处不在。不管你穿什么衣服，长得美丑，是否化妆等等，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凝视，尤其是女性。我在读初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被凝视的经历，就是每次下课或者放学期间，都会有一群流里流气的男生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靠着走道栏杆，吊儿郎当的从上到下的打量着每一个走进教室的女生，然后大声的说笑。有的时候甚至他们还会开一些非常过分的黄色玩笑。每次当我不得不经过这个走廊的时候呢，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加快步伐，以最快的速度走进教室，尽量避免或者减少被他们凝视。不只是同班男生对女生的这种凝视，那些男生甚至还会凝视女老师，尤其是刚来的女老师。我记得我在读高2的时候由于我们的英语老师怀孕了，于是呢由另外一个英语老师来给我们代课。那个英语老师长得面容姣好，一来我们班上呢就有非常多的男同学私底下窃窃私语，不怀好意的打量着这个女老师。我记得印象当中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的这个英语老师在教室里巡逻的时候，一路过我们的课桌，我当时的男同桌立马就弯下腰打量着老师的背影，上下打量了好一阵之后，然后回头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这妞的腿是弯的。当时我顿时一阵恶心翻上来。那是10年前，当时还没有出现男性凝视这个概念，我也还不知道这种行为就叫做凝视。但是呢，这种行为让我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我还会对这个男同桌产生一种厌恶感。虽然被凝视的对象不是我，但是我立马就能够感同身受，立马能够共情。或许在无数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眼中的那个被凝视的商品。男性凝视下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呢，就是玛丽莲·梦露。一说到玛丽莲·梦露这位好莱坞的头号艳星，立马脑子里面就能浮现出一个集性感、丰满、欲望于一身的女人，大胸翘臀成了她的代名词。梦露就是那个时代男性凝视下的物化产物。在那部著名的电影场景当中，梦露站在纽约的地铁口，嬉笑着按下被风掀起的百褶裙，男人俯视着女人，而女人呢只能够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人看。这一幕最终呢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对于被凝视的梦露而言，男性的凝视多带有一种性暗示和性占有欲，梦露似乎也是天生为男人而生的。喜欢梦露的男人非常多，但是喜欢梦露的女孩呢似乎并不多见。男人想得到梦露，但是这种男性凝视下的梦露也是非常的苦恼。梦露自己也曾经说过，她说男人只在乎她的身体，不在乎她的灵魂。人们宁愿付1000美元索取她的一个吻，却不肯花50美分去了解她的灵魂。除了男性凝视以外，女性凝视也是非常的常见的。女性凝视下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奥黛丽·赫本。一说到奥黛丽·赫本立马就能想到这些词：优雅、知性、气质。赫本呢是一个优雅胜于性感的女人，平胸瘦臀，
使得每一个女性都能够跟她产生共鸣。为什么我们对女性凝视的容忍程度要远远大于男性凝视呢？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女性凝视女性往往都是带着一种欣赏跟善意的眼光，并不会带有攻击色彩。但也不全然是这样。在《西西里的美丽女人》这部电影当中呢，作为被小镇男人女人同时凝视的玛莲娜，由于她太美了，在男人的凝视下，她是小镇上所有男人幻想要睡她的令人陶醉的寡妇；而在女人的凝视下呢，每个女人都将她视作威胁，甚至诅咒她。生活在这种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嫉妒两种阴霾交织之下的玛莲娜呢，最终因为生活所迫，所有的女人打她，剃光了她的头发，将她赶出了小镇。明明其实玛莲娜什么都没有做错，不过是生了一副好皮囊罢了，但是却仍旧逃脱不了小镇女人们的嫉妒和追捕。除了男性凝视以外还有一种特别常见的来自长辈和街坊邻居的这种凝视。这种感觉呢，在长大成人之后特别的明显，尤其是过年或者回老家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过的。一排一排的老婆婆老太太坐在一条走道上闲聊，只要你从那里走过，你信不信他们下一个话题就是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由于我自己是留守儿童，跟着我的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呢，我太明白这种感觉了。我小时候呢，也是经常跟着我的奶奶听他们闲聊八卦，我太知道闲话在村子里传的有多快了。只要有一个秘密被其中的一个老婆婆知道了，基本上第二天整个村子的人都会知道。那么在亲戚之间呢，七大姑八大姨之间也是一样，有一些亲戚就会凝视你。当然了，我被凝视更多的是来自于我的父亲，我会无时无刻的不再感受到来自他的被凝视、被比较的感觉。那种感觉会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在以一个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你，而是时时刻刻不停的在 judge 你。从我的衣品、身材、行为到家务活干得怎样，以及到赚多少钱等等，他会从上到下的去judge你一遍。这种凝视不仅仅是来自于男性长辈，甚至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来自于女性长辈。作为男权主义下的被压迫者，女性长辈有时候甚至会比男性更能凝视年轻的女性。有很多糟糕的婆媳关系呢，就是这一类的典范。萨特有一句名言叫做他人即地狱，这句话出自萨特的戏剧作品《隔离审判》。在这部戏剧作品当中呢，有3个主人公，3个人都死了，在地狱里面相互指责。但是呢，在通过彼此之间的谩骂和攻击，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反思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当他们通过彼此的推演，他们慢慢的意识到，他们所有的生前所做的那些事情，都是社会条条框框以及身边的他人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在生前他们根本没有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发挥出来，这也是他人即地狱的意义由来。那么如何摆脱当今社会的这种来自他人的凝视呢？我们普通人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认为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内在心灵入手，接纳自己，摆脱美丽羞耻症。我在青春期的时候特别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反思自己，我是不是胳膊太粗了，我是不是肩太宽了，我是不是胸太大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很容易陷入到这种自卑的状态，这种颜值焦虑当中。此时此刻呢，我就把自己的评价权交给了他人，跟他们站在一起来凝视自己。但是当我真正的主动的拿回了我自己人生的主动权之后这个世界又变回了以我为主的世界了。所以我在这里想跟到屏幕前的大家说的是，千万不要轻贱自己。女孩子，你们要知道，被凝视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想要摆脱凝视最好的办法，首先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心底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关注自己的需求，不要害怕被凝视，更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凝视的位置上。想要避免成为猎物，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首先不要把自己当作猎物，更不要因为他人的凝视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三毛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对我的百般注解和识读，并不构成1/1000的我，却是一览无遗的你们。喜欢凝视和价值他人的人，对我们的看法只不过是他们内心想法和三观的映射，而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这种做法呢，暴露的是他自己，而不是我们。
那我想给到大家的第2点建议呢，就是从自身做起，尽量不要去凝视他人、评价他人。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他说当你遭到别人凝视的时候，你也可以瞪回去啊，凝视回去。但是呢，我个人不同意这种做法，我觉得消灭凝视要比互相凝视更好。萨特呢也曾经说过，他说当别人在用决定论的目光看向你的时候，你别忘了，你也在用着同样的目光去看待别人，你也同时在消灭别人的自由。这就像是一种回旋镖效应，别人凝视着你，你也在凝视着他，结果呢就像是丢出去的回旋镖，飞回来的时候呢，也会在最开始凝视别人的那个人的脑袋上砸一个大坑。因此啊，对于那个最初凝视他人的人来讲呢，你也同样是地狱。这就好比说，对方是一个烂人，我也必须要和他一样成为一个烂人吗？冤冤相报何时了呢？那我想给到大家的第3点建议呢，也就是选择适合女性生长的环境。这一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越是文明的、知识的、理性的环境，越是尊重女性；越是无知的、野蛮的、丛林的社会，男性就越是会以狩猎者的姿态去凝视着作为猎物的女性。所以啊，屏幕前的你，尤其是女性朋友们，如果你身边的环境对女性非常非常的不友好，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话呢，请尽量远离。选择一个适合女性生长的环境呢，要比费力去改变别人要简单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宁愿待在大城市，也不愿意回到18线小县城或者农村的原因了。当然了，最后一点，也希望屏幕前的所有的女孩子们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当你一个人在外的时候呢，务必要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毕竟我们女性哪怕是再坚强，在面对男女之间的力量悬殊之差，仍然是非常危险的。好了，今天有关他人的凝视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了。非常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我是甜甜，目前呢在日本生活，会定期分享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关注我。觉得我说的还不错的话呢，别忘了顺手收藏点赞。或者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可以留言在评论区让我看到。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